武则天在大雪天里下了一道圣旨，命令御花园里的百花一夜之间必须全部绽放。花仙们为了迎合帝王，不顾节气纷纷盛开，唯有牡丹性格高洁，不愿屈从，主动飞离了皇宫。武则天得知后大怒，命令下人将所有牡丹贬到了洛阳。没想到牡丹在洛阳却开得比从前更为茂盛，因此也被百姓们称赞是最有志气的花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位老人和牡丹花仙的奇观故事。相传在宋仁宗时期，有个爱花如命的老汉，大家都叫他丘翁。他平时没什么爱好，就是喜欢整理自家花园里的花草，把花园打理得非常美丽。乡亲们都说他像个辛勤的蜜蜂。这日，他到恶霸张衙内府上送采摘的果子，下人要去账房取钱，让他们在院内等候。此时，丘翁听到对面传来了一群人的谈笑声，原来是肥头大耳的张衙内正带着3妻4妾来花园内赏花。只见他随手摘下一束花，然后闻了闻，就随便扔在了地上。丘翁见后心疼不已。张衙内看见从洛阳带回来的牡丹迟迟没有开花，就斥责园丁没有好好照看。不过看样子这牡丹是活不成了。张衙内命下人赶紧连根挖掉扔了，再重新种上别的花。丘翁拿到下人给的果钱，正要离去，刚好看到下人正准备刨掉牡丹，于是就开口对张管家说：“这花反正都要扔了，不如把它拿给我吧。”管家表示：“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这可是我家老爷从洛阳花了3000两银子买来的，你要想要就拿10吊钱来买。”丘翁非常想买，可是手里现在只有2吊钱。管家见他一副穷酸样，也的确拿不出那么多钱，索性就以2吊钱的价格把死掉的牡丹根儿卖给了丘翁。等管家走后，园丁好心劝他说道：“这牡丹是种不活的，你那2吊钱算是白白便宜他们了。”而丘翁只是笑而不语。回去后便把那颗死掉的牡丹种在了园中，日日为它施肥浇水，精心呵护。遇上狂风暴雨，他就为其盖上棚子遮雨。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照料，没想到牡丹花竟然奇迹般的活了，并且还结出了很多花骨朵。这日2位老伙计刘老汉和王老汉路过他家，对他说：“你家的牡丹花快开了吧，到时候可得请我们喝2盅了。”丘翁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只是你们不许笑我是个呆子，拿2吊钱去买回一颗死牡丹根子。”正当几人谈笑间，丘翁看见路过的张管家正要摘花，于是连忙上前制止。丘翁斥责他怎么能随意采摘我的花呢？张管家说：“不就是采朵花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刘老汉解释道：“张管家，这位丘翁有个古怪脾气，他爱花如命，舍不得人家采的。”张管家这才想起来，原来是你这个老头啊！你买的那颗牡丹种活了吗？一旁的王老汉连忙表示：“当然种活了，而且马上就要开花了。”张管家听后表示要看一看花，于是马上就冲进园内观看，发现牡丹果然被种活了，已经长出了许多花骨朵。张管家不敢置信，没想到还真被你给种活了，用2吊钱可是便宜了你，你得花点银子好好谢谢我才对。丘翁则表示：“花是我精心养护下才活的，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”张管家听后十分不悦，心里计划着要怎么报复丘翁。很快，牡丹花便盛开了。丘翁高兴地端来酒菜，一边赏花一边饮酒。不一会儿，困意来袭，他刚回到房间睡下，园里竟然飞来一位貌美的仙子。原来她正是牡丹花仙。牡丹与众花仙在园内翩翩起舞，把正在熟睡的丘翁给吵醒了。他来到园内查看，可却什么也没有，便以为是自己喝多了产生了幻觉。这日，一群小孩来到丘翁家里玩耍，见园子里的牡丹开得美丽，便纷纷上前玩弄。丘翁则表示：“看花可以，但是不要随便把玩。”他告诉孩子们，说来也奇怪，这花在大伙人家3年不开花，没想到我拿回来还没多久就开得这么好，看来这牡丹也是有脾气的。接着他又给孩子们讲了个故事，听老一辈的人说，唐朝的女皇武则天在腊月大雪天里下了一道圣旨，命令御花园里的百花在一夜里全部开放。怎料牡丹仙子心怀傲气，不肯屈遵人间帝王之命，一气之下便飞离了皇宫。这花啊就跟人一样，有怕凶的也有不怕凶的。牡丹仙子就是不畏女皇，不到她应该开花的季节，她说什么也不肯开。第二天，武则天来到御花园，发现除了牡丹以外，其他的花都开了，一气之下就把牡丹贬到了洛阳。没想到牡丹到了洛阳却开得十分艳丽，所以人们都说牡丹花是最有志气的花。此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，原来是乡亲们听说牡丹花开了，纷纷跑来想要一饱眼福。而另一边的张衙内闲来无事，正在发愁不知道哪里消遣。张管家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表示离这10几里地有个姓邱的老汉，他种的牡丹堪称一绝呀。张衙内一听就来了兴趣。张管家表示这个老头脾气有些古怪，只怕会冲撞了衙内。张衙内笑道：“我衙内想看花，还怕他一个乡下老头不成？”于是命人赶紧备轿前去赏花。田里的刘老汉看见这个恶霸后，摇头叹气道：“不知道谁家又要遭殃了。”很快一行人就找上了门，得知是张衙内要来看花，丘翁表示这里没什么好看的，让他们赶紧走。见丘翁不肯开门，张衙内便命人把门撞开，冲了进来。一进了园内，看见百花齐放，马上就来了兴致，命人摆上酒菜，喝起了酒。张衙内夸赞丘翁的花种得好，还让张管家倒一杯酒赏他，可丘翁却压根不领情。
此时张衙内的好友表示，这花园确实不错，不如你把它买下来，也好日日赏花啊。张衙内听后马上就叫邱翁卖给自己。邱翁听后急眼了，表示打死自己都不会卖。张衙内大怒道：这个花园我买定了，你要是不肯卖，我就把你拉到衙门重打50大板。接着他还想要摘花，邱翁急忙拦住他，死活不让他摘。张衙内随即命下人全都过来摘花，乡亲们也闻声赶了过来。邱翁怒道：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许你摘。说完就一头将张衙内抓倒，这可把他给惹怒了，于是命下人将牡丹花全部打落。乡亲们知道斗不过他，急忙拦住邱翁。邱翁撕心裂肺地喊着：别打花，不要打我的花，不要打，你们这帮野强盗！张衙内表示，明天乖乖把花园送给我，这事我就不追究了，否则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说完就扬长而去。乡亲们纷纷为邱翁抱不平，要不是这家伙仗着有个做官的爹，咱们哪会受他这么多欺负？看着散落一地的牡丹花，邱翁心痛不已。到了晚上，牡丹仙子便做一位姑娘走过来说道：大爷快别伤心了，既然你这么爱花，刚巧我家有落花反枝的法术，能复原牡丹。可邱翁却以为他在拿自己寻开心。花仙表示：你去取一碗清水，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骗你。邱翁听后连忙回屋取水，只见牡丹仙子随手一挥，散落一地的牡丹花竟然真的落花反枝，紧接着仙子便消失不见了。邱翁出来看见后，惊得碗都摔碎了，难不成是我老眼昏花了吗？等他靠近用手去摸，又拽了拽胡子，才终于相信这都是真的。他到处寻找刚刚的那位姑娘。刘老汉和王老汉也闻声赶来，看见复原的牡丹花后，也是连连称奇，说不定是邱兄你感动了花仙，他这才出面帮你落花反枝的。张管家得知后，把此事告诉了张衙内，断定这老头肯定会妖法。张衙内听后笑了笑，终于有机会可以报仇了。他命管家拿500两银子去县衙告状，就说这老头会妖法蛊惑人心，让县令把他给抓起来，不招供就打死他，到时候他家的花园就归我了。很快张管家就带着捕快过来抓邱翁。你妖法惑众，还装什么糊涂？带走！邱翁被带到县衙后，谁知县太爷刚准备问话，就飞来一只蜜蜂，在他面前飞来飞去。他命令官差驱赶蜜蜂，最后蜜蜂落在了他的鼻子上，幸亏师爷机智，用嘴将蜜蜂吹走。随后他接着问话：邱翁，张衙内告你使用妖法祸乱民众，你到底招不招？邱翁大喊冤枉，草民就是个种花的，哪里会是什么妖法，请大人明察。县令见他不肯招供，立即命人打他50大板。此时村民们纷纷跑来要为邱翁伸冤，县令命人把众人赶出去，随后接着让人用刑。怎料板子打在邱翁身上，疼的却是县太爷。县太爷大怒道：你这老头竟敢使妖法，快去取黑狗血来泼他，再用夹棍夹住他的腿。正在此时，悬在上空的牡丹仙子一棒子打在了县太爷头上，直接把他给敲晕了。师爷只好先把邱翁关进大牢。而另一边，张衙内来到邱翁的花园，可牡丹花又纷纷的落到了地上。不过也不要紧，他表示反正现在这个花园是我的了，今年赏不了花，那就等明年。接着又摆了酒菜，等他喝醉以后，竟然还想命令牡丹花落花反枝，可却无事发生。张衙内觉得很没面子，就要命人一把火烧了牡丹。突然狂风大作，天空电闪雷鸣，吓得张衙内等人四处乱窜。随后牡丹仙子现身，几人四散而逃。最后张衙内被一群马蜂追赶，失足掉入水中淹死了。牡丹仙子随后来到大牢，告诉邱翁，很快他就能回家去。另一边，县太爷正在细数贪婪的财物，突然牡丹仙子现身。县太爷问他是谁，只见牡丹仙子拂尘一挥，墙上就出现了4行大字：我本瑶池牡丹仙，为救邱翁到人间，纵恶殃民贪赃官，速放邱翁勿食言。县太爷拔出宝剑大喊：我不管你是妖还是仙，你要是不走我就喊人了。牡丹仙子见有人进来也不慌，挥动拂尘将几人定住。县太爷只能跪地求饶，表示自己会立刻放了邱翁。牡丹仙子告诫他，要是不改掉贪赃枉法的坏毛病，张衙内就是他的下场。县太爷连连保证，下官今后再也不敢了。张衙内的好友来到花园中寻他，却发现他已经淹死在了水中。乡亲们见后纷纷拍手叫好，这是老天为我们除了一个大害呀！很快，邱翁也被放了出来，家中的花园也都恢复如初，乡亲们纷纷前来赏花。此时天空传来悦耳的仙乐，原来是种花仙在天上翩翩起舞，庆祝邱翁能够重获自由。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关注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